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工具，它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，它被誉为中国第5大发明，它曾是每一位中国学生的必修课程，它被列为全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想要知道这是何方神物，我们就需要展开一幅国宝级的宋代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当我们进入画中，就可以看到900年前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风貌与市井百态，各阶层的人们各自忙碌着，热闹非凡。而我们要找的东西就在赵太成家药铺的柜台上，这是中国算盘现存最早的图像证据。算盘的结构分为外框、竖档、横梁、上珠和下珠，每个竖档分别代表一个单位，每个单位梁下有5珠，每珠代表1，梁上为2珠，每珠代表5。在算法算理上，普遍采用5升10进制。如果某一位的和超过9，则需要向左进1位。如果把竖档增加到45个，就得到了一个紫玉算盘。它是周茂奇在设计中国第1艘巡洋舰平远号时，为了进行大量繁复的精细计算而专门设计的高阶算盘。从最小数位太极、太初、太始到超大数位无量级到周复，实现了算盘中罕见的数位全覆盖。算盘一响，黄金万两。明成化9年，军民贸易兴盛，每逢岁末，各家账房先生同时打算盘，进行账务核实，场面十分壮观。他们将10几米长的算盘摆成正方形，围在票号天井正中。各家派出16名账房先生，同时进行精准计算。36名掌柜全程在外围掐指心算，最终必须达到一致的计算结果才肯罢休。这是中国收藏算盘数量最多、时间跨度最长的博物馆。从东晋南北到近代，9999个算盘，在这里不仅是算盘，还可以是家具、乐器、生肖动物和神像。除了功能，算盘还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装饰作用。这些装饰作用与传统文化相结合，形成了装饰为主、实用为辅的功能，甚至只剩下装饰功能。他们把算盘与麒麟、如意、瑞鹤、金蝉等祥瑞造型结合，作为装饰品摆在家里，象征美好，彰显身份。1959年，在美国的核威慑和科技封锁下，老一辈科学家用一把把小小的算盘进行矩阵运算，在昼夜不息的算盘声中，验证了苏联专家提供的错误数据，攻破了世界上最难、最复杂的技术。6年时间，成功研制出中国第1枚原子弹。从数数记忆到算法统宗，从 Win-98到人工智能，算盘见证了人类突破计算极限的智慧，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成为了博物馆中静默的展品。当我们用着先进的算法和人工智能的时候，你可知道，现代计算机的底层逻辑依然是算盘算法的延续和蜕变。无论是你家楼下菜市场的电子秤里，还是火箭发射、弹道计算的残影中，算盘始终在场。它的工具时代或许落幕，但其承载的人类计算意志将成为未来新世界里永恒的脉搏。